二婶当即瞪着丈夫：“我怎么帮着战月了？你哪只眼看到我帮着战月？行行行，你没有帮，你别一副要吃人的样子，赶紧睡吧，明天又要早起。”他们的诊所早上7点就开门了，6点他们就要起来，先在附近散散步，然后回来吃了早餐，就开始一天的工作。就算我帮了战月，也是为了小雅好，战月就是优秀，她配得上咱们家小雅。二叔说他看你自己都承认了，你就是偏帮着战月，还叫我不要偏帮林健呢。行行行，是战月配得上咱们家小雅，睡吧。二叔不愿意因为一点小事就和老婆纠缠下去，虽然他更偏向林健，不过老七说的也是事实，小雅和战月似乎更般配一点，战家至少不会拖累战月，林家却会拖累林健，这对老夫妻总算安静了。那边的战月回到了自己的小家，便给曾小雅发了信息，告诉她她安全到家。曾小雅只是回复了他一个的表情，虽然只有一个表情，也让战月心情愉悦，觉得他还没有休息，就是在等他发信息给他报平安。战八少美滋滋的进屋了，没2分钟，屋里就传出他的低叫：“奶奶，你怎么会在我这里？又不开灯，吓我一大跳。”是他进屋后开着了灯，竟然发现老太太躺在沙发上。老太太明显是在等他回来，应该等得困了就睡了会儿，在战月回来开着了灯。老人家的警觉性让他瞬间醒转，随着年纪的增长，老太太也是浅眠，有点动静她都会醒转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一副见鬼的样子。奶奶还没有变成鬼呢，过上10年8年，奶奶死了。你见到奶奶换上这副表情才是合。老太太慢悠悠地自沙发上坐起来，战月说道：“奶奶，你不要总说死死死的好不好？奶奶在我这里又不开灯，又没有看到你的车子停在外面，我哪知道奶奶会在屋里？突然看到奶奶躺在沙发上，我是吓了一跳。”他走过去，在老太太的身边坐下，奶奶也是困了，怎么不回房里睡，在沙发上躺着？万一着凉了，大家会骂死我的。不是他让奶奶受凉，但奶奶是在他家里受凉的，大家就会怪他，怪他的屋子让奶奶受凉。老太太说道：“我关了空调的，没事，不会着凉，这种天气关了空调热死人。不过睡着后还是担心会受凉，所以他就关掉了空调。真着凉了，他难受不说，儿孙都会跟着担心。老太太只要不想让儿孙担心，晚上你大嫂有空带娃，我就过来了。来了1个晚上，你久久不回来，我只能等。奶奶找我有事，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就行了，不必在这里苦等的。以后奶奶还是要回房里休息，别在沙发上睡。我这里给奶奶留了房间，房里的一切都不表，每天都会让人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奶奶什么时候过来都可以入住。兄弟几个的小家里都会给奶奶留个房间，不管奶奶会不会过来住，都会保持着干净。不管奶奶什么时候来了，都可以随时入住。知道了，等会儿就回房去睡。老八，你跟奶奶说老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曾医生？你在万盛花园买房子是为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吧？就知道让奶奶看到了，奶奶会这样想的。好吧，我承认我是喜欢曾小雅，但她现在还不爱我，好在她也不讨厌我。她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可能是我这张脸的原因吧。帅哥嘛，总能在女同胞那里得到一点好感的。是人都喜欢美好的人和物，曾小雅应该也不例外。奶奶，你觉得小雅怎么样？我对她是一见钟情的，她看着很舒服，带给我的感觉也是很舒服。与她相处，我不由自主就卸下工作上的压力，心情亦能变得平静。老太太说你工作上有什么压力，重担又不让你挑。奶奶，我上面那7个哥哥，一个比一个优秀，我压力山大的，问问老九就知道了。老九读书的时候压力有多大？他说的不是来自老师学校，是来自8个哥哥。我要很努力，
付出很多，才能追赶上我哥哥们的脚步。有时候拼尽全力也未必能追上哥哥们的脚步呢。老太太笑道：你哥哥们又不叫你追赶，你和老九是最小的2个，可以轻松轻松，能养活你们自己就行。就是交给你们负责的公司及行业都是很有前景的。你们几个呀，只有你大哥才是压力山大的，不过他上位那么多年了，如今处理起公事来早就毫无压力。小雅这个孩子很好，奶奶很喜欢，她是长得很喜庆，很有福气，一看就是大富大贵的命。老太太拍了拍战月的肩膀，奶奶就知道你们的眼光不会差到哪里去，都是我带出来的，眼光自是一流。你好好加油，小雅只要不讨厌你，你就有机会，就算她讨厌你，你也要想办法让她不讨厌你，而是喜欢你。战月嘻嘻的笑，那是我是奶奶带大的吗？眼光就跟奶奶一样厉害，我给自己挑的老婆不会差的，或许比不得我那些嫂子，但在我眼里小雅就是最好的。小雅本来就很好，你干嘛拿她和你嫂子们比呢？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，你那些嫂嫂做生意厉害，但看病他们会吗？小雅会看病，奶奶简单的了解一下，她全家人都是当医生的。现在堂弟妹要么是在读的医学生，要么就是计划读医学，家风清正，对待患者就像对待家人朋友一样，只要找到他们看病，他们都会尽心尽力尽到一个医生的责任。这样的家庭很好了，比咱们家高大上，咱们家也就是有几个臭钱而已。老太太夸赞曾小雅以及曾家，战月很开心。她说道：我也是这样认为的，她有她的优点，而且各方面都很好，我不会拿她和我嫂子们比，是怕你们做长辈的会拿她来和我嫂子做对比。放心吧，只要过得奶奶这一关，你父母那里就不用担心，奶奶这一关也很好过的。奶奶说过，只要女孩子家世清白，人品好就行。咱们家已经富贵至极，不要求你们联姻，只要你们喜欢就行，奶奶也相信你们的眼光。我亲自带出来的孩子，眼光不会差到哪里的。老太太慈爱地道：老八加油哈，奶奶年纪越来越大，现在等于是和阎罗抢着时间的了，活一天是一天。奶奶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看到你们兄弟9个都成家立室，你们爷爷没有看到的，奶奶代替他看到了，以后去见他也对不得起他了。战月揽住奶奶的肩膀，奶奶，爷爷肯定希望你代替他看到我们都为人父母的，你对得起我爷爷，是我爷爷对不起你，早早就丢下你和我们走了。提到去世多年的老爷子，老太太依旧心里难受得很。你爷爷是舍不得的，可是老天爷太狠了，硬是把他带走，他的病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，身体好比什么都好。他们战家那么有钱，老爷子生病了，他们还不是束手无策，再多钱面对疾病也只是能多活几年，没有办法真的让疾病远去。他们当初也给老爷子请了最好的医生，用了最好的药，也只是让老爷子多活了几年。活到战印有能力撑起战氏集团，老爷子就撑不住了，最终没有看到孙子成家立室。走的时候，老爷子带着满满的不舍以及担心离开的。奶奶爷爷会在天上看着我们的，咱们活得好好的，爷爷就安息了。老太太点点头，不说他了，那个无情的，抛下了咱们走了，咱们就要活得好好的，让他看看就算没有了他，我们也能好好的活着。战月知道爷爷奶奶的感情深厚，爷爷走了那么多年，每每提起，奶奶都心里难受，有时候还会偷偷掉泪。奶奶，我七哥什么时候结婚？战月换了个能让人开心的话题。年底吧，现在彩礼都还没有准备妥当呢，年底能结婚也很好了。他们会先领证再办婚礼，反正有你爸妈他们在那边帮忙，奶奶也不担心，她算是给奶奶很大的惊喜。上半年奶奶还在操心，没想到一个暑假就带来了这么大的好消息。
老太太看着战月，笑容更欢。现在你这里也有了目标，奶奶就更开心了。至于老九就不着急，他现在性子还跳脱，像个没长大的孩子。身为最小的孩子，战燕有资本继续当个孩子，天塌下来都压不到他，有8个哥哥给他撑住呢。奶奶总觉得对不起你3个，因为奶奶年纪大了，折腾不起，没有帮你们挑选好媳妇儿。你那几个哥哥的媳妇儿都是奶奶挑的。战月说道，没事，我们自己挑也是一样的。他反而更喜欢自己挑选喜欢的人，虽然奶奶给他们挑的不会差，就怕像4哥那会儿一样，一开始并不爱4嫂，后面才知道4嫂就是红衣狐狸，4哥才爱上4嫂的。奶奶，很晚了，你早点回房休息。我也要上楼洗个澡，明天还要上班。奶奶，明天是在我这里用早餐吧？我早点起来给奶奶做早餐。老太太嗯着，在你这里用过早餐就去你大哥那里。你兄嫂都上班了，我得看着贝贝。其实不用他老人家照顾孩子，负责照顾贝贝的保姆有好几个呢。他的哥哥们只有1、2个保姆，贝贝的保姆是哥哥们的1倍。不过老太太疼爱曾孙女，只要她能看着孩子，她都会看着。小贝贝也爱跟着太奶奶，觉得太奶奶对她是最好的。行，那我明天早点起来给奶奶准备早餐，然后送奶奶去大哥那里。奶奶难得在她这里住一晚，战月肯定要亲自下厨给奶奶准备早餐的。婆孙俩没有再聊天，战月送奶奶回房后，他才上楼去，一夜再无话。隔天一早，曾小雅就被何月华的信息吵醒。她拿过手机，看到是信息，并非是微信。她本想不看的，平时给她发信息的人并不多，大家有事联系，她都是打电话或者微信发信息。但看到有好几条信息，她还是点开了信息，才知道是何月华发来的。两人并没有添加对方的微信。何月华会知道曾小雅的电话还是从林健那里获得，曾小雅也不知道何月华的电话，对方在信息里自我介绍了，他才知道这个号码是何月华的。何月华发了几条彩信过来，彩信有相片，相片就是林学长熟睡的样子，还有何月华和林学长睡在一起的相片。何月华告诉曾小雅，昨晚他从酒吧接了林学长回来，送他回家后便留宿在他家里，2个人同床共枕了，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林学长把他当成曾小雅了，亲了他。他本想借机生米煮成熟饭，但林学长醉了半路就睡了过去，所以2个人并没有真正生米煮成熟饭。他跟曾小雅说这些并非是炫耀，而是让曾小雅有空的话过去一趟，当场看到他和林学长睡在一起，那样林学长自觉有愧，配不起曾小雅了，就不会再纠缠曾小雅。曾小雅看完了何月华的信息，有点好笑。虽说这个法子能行，但他并不打算过去。林学长和谁睡在一起，他都不在乎，过去捉什么奸呀？不过曾小雅还是回复了何月华，你好好照顾他，等他醒来，记得要求他对你负责任。虽然你们并没有真正生米煮成熟饭，但同床共枕了，你可以要求他对你负责的。你可以说你发了信息给我，我知道你们俩的事。我不爱林学长，其实并不在乎他和谁睡了，只是你这样做，就算你们俩最后在一起了，以后的日子里你可能都会受委屈，他可能会怨恨你，觉得是你不要脸害了他。何小姐，你要考虑清楚，你执意这样做的话，那我祝福你们。曾小雅发了这些信息后就不再理睬，放下手机，人跟着起床。离他调好的闹钟就差几分钟响铃，他等于是提前几分钟起床，早几分钟出去晨跑了。